阿爹为了能抱上孙子，竟让我去骗人。没想到第一次骗人就骗了个大人物，大名鼎鼎的秦将军失踪了整整3个月后，竟然毫发无损的回来了。旁人问他去了哪里，他却一个字都不肯透露，还冷着一张脸，对人爱答不理的。直到他最敬重的圣上问他，他才支支吾吾回答被人骗了。骗了什么？骗了种。3年后，秦将军又被骗了。过了几年，秦将军又被骗了。秦将军恨得牙痒痒。臣是想着以后连本带利一并讨回来。山脚下有一座小山庄，我翘着2郎腿，一边慢悠悠吃着花饼，一边赏着水榭外的景致。阿渊，过了年你就18了，再这般耽搁下去，转眼便是老姑娘。为父再问你一次，选入赘还是嫁人？都不选，二者必选其一，没有不选的余地。不想选。阿爹又气又无奈，在水榭里来回踱步。咱们在此逗留2月，附近10里8乡的媒婆都跑断了腿，你这个瞧不上，那个不中意，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？天上的神仙，水里的龙子，你呀你，真是要气死我！我也问你一句，为何非要嫁人？我3岁便随你走南闯北，5岁能双手拨算盘，8岁赚的比你还多。如今我在各处银庄已存下几10万两银子，足够安稳快活过一辈子，何须靠男人养活？阿爹噎了一下，半晌才憋出一句：咱家就你一个女儿，乖宝，总得靠你延续沈家血脉啊！这有何难？放心，包在我身上，只要您别再来烦我，10年之内，我定能给您生上好几个。你瞧瞧你，什么话都敢往外说，半分女儿家的娇羞都没有。我真悔不该从小把你当男儿养。你找谁生？莫非已有心仪之人？是谁？天上神仙太远，便选水里的龙皇子吧。阿爹气得翻了个白眼，拂袖而去。我优雅起身，理了理身上长袍，转身正要去账房，忽的远处上游一抹刺眼的白映入眼帘。清澈河水中，一名白衣少年攀在枯木上，双目紧闭，脸色被冰水冻得惨白。哎呀，还真来龙皇子了！来人，有人落水，速速救人！傍晚，我在账房拨着算盘，听见门口丫鬟春草与夏荷低声窃笑。笑什么？主子，您今日救下的那位小公子生得可真俊。主子，您男装模样本就英气，可比起人家的气度、容貌身段，简直是所有女子的梦中情郎。没出息。可等见到昏迷不醒、俊美出众的少年时，我比他们更没出息，盯着人看了许久。大夫怎么说？主子放心，大夫说这位公子并非溺水，许是从高处坠落，伤及头部，故而昏迷，静养2日，醒来便无大碍。我的目光久久移不开，问道：可有身份凭证、腰牌或是名帖？小厮指了指少年紧实的细腰，只一枚晶莹剔透的小玉坠，旁的什么都没有。我好不容易将视线挪到玉坠上，见其成色特殊，品相极佳，心中暗忖此人出身定不寻常。第3日，小俊郎醒了，对我这位救命恩人感激不尽。在下秦树，京城人士。他气宇轩昂地向我行礼，我自报身份：沈毅，17岁，江浙人士。他说自己外出游学，不慎与同伴失散，本想乘木舟沿水路南下，不料不熟地形，在瀑布口坠崖，恍惚中抱住一根浮木，便失去了意识。我留他在庄中休养，陪他下棋闲谈，作画吟诗，很快变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兄弟。阿爹来了，身后还跟着浩浩荡荡一群媒婆。我扶额叹气，阿爹陪着笑，连连解释：乖女儿，爹听你的，不逼你招赘，也不逼你嫁人，我让他们给你寻个顶俊俏的男儿，只要你能怀上孩子，便给黄金100两，事后任他离去。一众媒婆围着我叽叽喳喳，吵得我耳膜发疼。我甩出10几颗金豆子，4周才终于安静下来。爹爹以为我又是在哄他，干脆1哭2闹3上吊。瞧着他200多斤的身躯，压坏2张凳子，又挪到大圆桌前，非要上吊不可。我只觉太阳穴突突直跳。爹，女儿心中已有合适人选。阿爹当即屁颠跑去见秦树，拉着人热情攀谈，只差没把人家祖宗18代都问遍。秦树虽一头雾水，仍礼貌一一应答。当晚，阿爹又兴冲冲跑回来。乖女儿，那小子极好，身形挺拔，容貌俊秀，能文能武，还未曾娶妻纳妾。最要紧的是他家子嗣兴旺。他说自己有好几位兄姐，个个儿女满堂，他定然也差不了。就他了，就他。我也动了心，却又有些忐忑。他性子纯粹，只是历练尚浅，并非能力不足，只是他为人极有原则。万一他家看重血脉传承，不肯孩子归沈家，该如何是好？我心动不已，可一想起秦树澄澈如露的眼神，又不免犹豫。那夜，我梦里全是秦树骑长鹰挺的身影。一大早，春草匆匆来报：主子，秦公子前来辞行，说明日便要去寻他的朋友。我心中莫名酸涩。傍晚，我特意备下丰盛酒席为他饯行。秦树眸光深深望着我，说十分不舍分离。舍不得，为何还要走？秦树取下腰间那枚金银玉坠赠予我，让我日后北上经商，务必去京城寻他。去哪里找？永福街将军府，我是府中2等侍卫，自幼在府中长大，人人识得。来日只说找小秦，自会有人引你见我。人生苦短，我只争今朝，不盼来日。那便今朝有酒今朝醉。秦兄，请。我心一横，取出经商时从胡人手中购得的3日梦。沈兄，听闻此酒奇特，饮下可酣醉3日3夜，当真？闻着倒是
是醇香浓郁。我摇头，未曾尝过，就这一小瓶，足300多两。哎，别喝这么急。不愧是300多两的稀罕物。秦树醉得彻底，搂着我哼唱起将军令。我望着近在咫尺的俊颜，心猿意马，俯身吻了上去。他倒像是无师自通，很快由被动转为主动，一发不可收拾。3日里，他时而清醒，时而醉眼朦胧，始终缠着我不放。阿渊，你为何骗我？我累得昏昏欲睡，没好气逼道：图你的种，骗你生娃，懂了。第3日傍晚，早已收拾妥当的阿爹领着下人在渡口等候。我在秦树身旁留下一叠银票与山庄地契，利落登船，扬长而去。出海行商，路途遥远，凶险与枯燥并存。可我与阿爹早已习惯，沿河道南下，直奔出海口，一路向南，抵达马来国时已是1月有余。刚一上岸，阿爹便拉着我满城寻最好的医馆。一番言语交流后，阿爹忙不迭让异国大夫为我诊脉，不停示意我的小腹。老爷，一旁夏荷看不过去，低声道：小姐定然是怀上了，您怎就不信？阿爹嘿嘿陪笑，乐滋滋道：还是让正经大夫瞧瞧，免得有什么差池。老大夫问了几句，我以流利的当地语言应答。随后老大夫抚须而笑，对着阿爹连连点头。哎呦，爹爹激动的手舞足蹈，当即对着苍天拜了又拜。沈家总算有后了，乖女儿，你要当娘了，我要当祖父了，哈哈哈。老爷是外祖父，管他呢，反正是我乖女儿生的，就是沈家的，跟那姓秦的小子没关系，什么外不外的。没错，孩子是咱们家的，也算得偿所愿，孩子有了，补偿也给了。秦兄从此一别两宽，愿永不相见。岁月流转，我在奔波忙碌中生下一个胖乎乎的男婴，取名沈木秦。阿爹一边大笑，一边哭得泪流满面，抱着娃娃不肯撒手。我也满心欢喜，可这份欢喜没持续多久，便烟消云散。带娃的日子忙得我几近崩溃，索性把儿子丢给阿爹与春草等人，换上男装继续赚钱。可怜春草夏荷尚未为人母，便过上了辛苦带娃的日子。我嘴上百般嫌弃，可离开不到2日，便开始想念那圆滚滚的小家伙，只得匆匆结束生意赶回。1年后，从大陆运来的50余船货物尽数售出，赚得盆满钵满。我慵懒休养大半年，见儿子已能说好几门当地外语，才慢悠悠安排备货归国。娘亲，我为何没有爹爹？他死了，为国捐躯，英年早逝，是位了不起的大英雄。你日后要以他为荣，为他骄傲。我爹爹叫什么名字？我一时语塞。娘亲，您是不是把爹爹的名字忘了？他长什么模样？呵呵，日子太久，一时想不起来了。儿子失望地叹了口气，转身去问夏荷：是位公子生得极英俊，等你长大，照照镜子便知道他长什么样了。在海上辗转2月，数十艘大船终于平安靠岸。阿爹与儿子早已憋坏，将诸事丢给我，乐呵呵牵着大胖孙子逛街去了。主子，我还未下船，负责沿途打理生意的大掌柜便惊慌失措地跑了下来。主子，我给您发的飞鸽传信，您可收到？没有，这一路途经诸多海岛，地势杂乱，一封传信都未曾收到。大掌柜一听，险些哭出来，急得手足无措。我就知道，不然您也不会迟迟不回。主子，大事不好，您被通缉了。你说什么？途经中原，恰逢大旱，田地颗粒无收，百姓流离失所，四处逃荒。我拿出1000两银子，让洛城小掌柜雇了10余名妇人，每日施粥，直至旱情缓解。随后我前往洛城郊外别院暂住，打算2日后启程赴京。不料4日中午，别院小总管匆匆来报：主子，外头忽然来了一队人马，为首之人自称洛城太守刘大人，说是朝廷派了秦将军前来赈灾，听闻主子慷慨施粥救济百姓，特来登门一叙。我淡淡应了声，见身旁便是楼台，索性拾级而上。只见人马不多，却个个马高人壮，身着御林军独有的银色盔甲，远远望去，威风凛凛倏然。为首那匹雪白高头大马上的男子牢牢攫住我的目光，那人身形齐长挺拔，一身青色劲装，墨发高束，周身气度金贵，模样竟有些眼熟。这时他似是察觉到我的注视，优雅偏头望来，下一瞬我吓得险些从围栏上摔下去。小心！身后春草连忙扶住我，惊声道：主子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我慌慌张张坐定，深吸几口气，方才那人竟是我的冤家，莫非他就是洛城太守刘大人？秦树，秦将军。我扶着额头不住吸气，若当真是秦将军，今日我怕是真要跳楼才能脱身。随即我连忙让春草取来1万两银票。管家，你去回刘大人，就说我是双居寡妇，不便见外男，再加一句，我舟车劳顿数月，此刻卧病在床，无法起身，还望2位海涵，感念秦将军与刘大人为灾情奔波，我全德商行愿捐银1万两，略尽绵薄，盼洛城早日渡过难关。管家应声道：是。快步奔了出去。片刻后，门外马蹄声哒哒远去，我颤声问：那白马上的年轻男子可是秦将军？管家虽不解，仍点头道：正是。方才老奴听见刘大人对他行礼，称他秦将军。主子，这位秦将军乃是当今圣上最器重的大将，战功赫赫，威名远扬。行了，不必多说。我当即打断，急声道：立刻收拾行李，抄近路赶往京城，快！一行人匆匆驾车离开了洛城。
抵达京城后，我片刻不敢耽搁，风尘仆仆赶往镖局取回珍珠珊瑚与2车奇珍，随即放出风声，火速售卖，为求速出，我不惜降价，引得达官显贵与商户络绎不绝。我不敢露面，只吩咐掌柜能赚则赚，保本便出，务必半月内清货。顺利卖了10余日，我让春草安排丫鬟收拾行囊，备好快船，预备次日一早就沿运河南下。春草应下，又道：主子，老爷吩咐过，说京城小玩意儿多，让奴婢每样挑些，回去逗小少爷。好，我一边拨着算盘，头也不抬，去账房取银子便是。春草应声出门，直到晌午才大包小包、气喘吁吁地回来。片刻后，门口护卫抱拳禀报：主子，春草姑娘回城时，被2名男子暗中跟踪，行迹十分可疑。我挑眉，可派人反跟踪了？已去，暂未回音。我唤来春草，你上街时可遇见过行迹可疑之人？没有呀。春草一脸无辜，我见着喜欢的便买，前前后后逛了好几条街。我腼腆一笑，对将军府管家道：奴家真是江浙人士，与秦树公子曾是旧识，家中遭遇变故，故而千里迢迢前来拜访。原来如此。大管家点头，温和拱手：小姐，请入内歇息。将军刚回城，此刻在宫中。秦公子很快便回府。随即侍女送上香茗点心，我温声道谢。有劳美人姐姐，可否换一杯清水？奴家不惯香茗。春草莫名瞥了我一眼，很快低下头去。侍女躬声应下，转身端来温水。我虽非绝世佳人，却生得耐看，自幼腰缠万贯，闯荡江湖，眉眼间多了几分自信爽朗，气质明艳大方。几句夸赞下来，那小丫鬟便被我哄得亲近，一搭间将将军府的事吐露了7、8成。听闻秦将军至今未婚，无妻无妾，更无通房，我心中暗自窃喜，儿子娘当初果然没挑错。爹，我正暗自欢喜，门外忽然传来急促脚步声，未及看清来人，便听得一声怒喝：来人，将他拿下！灿烂日光下，一身战袍的英武男子大步而来，浓眉紧蹙，俊面沉冷，怒气滔天。3年前的翩翩少年早已蜕变，眉眼间添了沉稳凌厉，周身更染着沙场杀伐之气。我心头砰砰直跳，儿子他爹竟越发俊朗了。不料几名侍卫应声涌入，瞬间将我与春草团围住。我一怔，拿下，绑我们！下一瞬，我飞快抬手沾了杯中之水，抹在脸上，哽咽唤道：阿树！迈至门口的俊美男子骤然顿步，我泪眼盈盈望着他，声线凄楚：我总算找到你了。秦树，不对，该称秦将军才是。秦将军目光沉沉锁住我，冷声斥道：找我，该是我找你才对。好一个沈毅！我被我爹送去海外了。我抢先开口，一面假哭，一面擦着脸上的水。爹爹不许我来京城寻你，我百般哀求，他始终不肯，足足求了2年多。若非遇上全德商行的老板娘好心捎带，我至今还回不了国。阿树！秦将军见我哭得梨花带雨，眉头拧得更紧，心烦意乱地挥了挥手，侍卫们纷纷垂手，恭敬退下。他迈步走近，却在离我3尺之处顿住。你为何无故失踪？你可知我在山庄附近苦苦寻了你2个多月？他眼底满是怨恼，显然当年被我伤得不轻。我委屈抽噎。爹爹见我对你痴心一片，甚至以身相许，勃然大怒。他本想将你招赘入府，可你说婚事需长辈做主，委婉回绝。爹爹气我不听话，便命人将我绑上船，当夜便离了山庄，一路南下出海。大海茫茫，我无处可逃，也无信使可寄，直到遇见沈老板，才得以归国。阿爹，看在胖孙子的份上，只好委屈你当回恶人了。沈老板。秦将军眸光微移，看向春草。前几日我在街上见过这丫头，她回去的地方正是全德商行，你们住在那里？我点头。沈老板心善，可怜我们主仆2人，便让我们随商行货物一同进城，给了我们落脚之处。秦将军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我吸了吸鼻子，柔声道：阿树，这些年让你苦寻一场，是我对不住你，我万里奔波，总算兑现当年诺言，来京城寻你，只求你原谅我，今生能再见你一面，阿冤已无憾。说罢，我对他盈盈一礼。今日见你安好，我便放心了，愿你仕途顺遂，一生平安。我也该告辞了。秦将军一惊，长臂一伸，牢牢扣住我的手腕。你又要走，去哪里？我泪眼朦胧，低声道：我回国后，见每座城门都贴着通缉令，我即刻让人撤了。他急声道：当年寻不到你，我心急如焚，又想起你那日狠心之言，才去报官通缉，谁知一找便是3年，半点消息都没有。万万没想到，你竟是被绑去了海外。我面上继续拭泪，心底却暗自腹诽，朝廷之人果然得罪不起，一夜情分，转头便满天下抓我。我明明还留了银票与地契。春草在旁帮腔：秦公子，我家小姐绝非负心之人，老爷只有小姐一女，一心想为她招赘，谁知小姐对您情根深重，老爷一怒之下才将她绑走。这3年，小姐日夜垂泪，不肯另嫁，一心只想回来寻你。秦将军心疼蹙眉，伸手将我紧紧拥入怀中。回来就好，阿渊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
我暗自翻了个白眼，明明是我主动送上门来的。春草识趣的退到角落，秦将军抱了许久，才依依不舍松开，温柔为我梳理发丝。阿渊，你安心住在府中。不可，这是重臣府邸，我一介平民女子，不便久留。我与春草另寻住处便是。阿渊有所不知，我早已不是2等侍卫，而是1等侍卫，升职了。是，我在府中有独立小院，清静雅致。你随我回去便是，别走。这不合规矩。有何不合？你我早有夫妻之事，若不是你当年被强行带走，我早已将你接来京城，何至于白白错过3年？方才那些侍卫为何那般凶？好不容易得知你来了，我怕你再跑，才命人先将你拦下。我干笑2声，若非我反应快，先发制人，此刻他是早已被五花大绑押入地牢。随后秦将军风风火火将我安置在一处雅致小院，温声叮嘱我安心住下。可我哪里安心得下，心中七上八下。你老家当真在江浙？我为何派人查探许久，都无你们妇女户籍？我心头一紧，面上却镇定道：自曾祖父起，族人便常年海外经商，早已脱离原籍。我的身份文牒也被爹爹收着，至今无牒在身，出门多有不便。放心，过些时日，我为你办京城户籍与身份文牒。我含笑点头，久别重逢，两人依旧无话不谈，相处融洽。他不再当值，几乎日日守在小院与我温存。情浓之时，他尽数吐露这3年的思念与郁结。他说，当年那3日梦定位让他彻底沉醉，许多时刻他意识清醒。他说，得知我是女儿身时，既意外又惊喜。他还说，他早已对我动情动心。这3年，他几乎跑遍天下，单是江浙便去了20余回。起初他以为我只是玩弄他，贪图他的子嗣，气得咬牙，这才下令通缉我。我被他这番模样逗得轻笑。孩子他爹当年还是太年轻，直觉何曾错过？他骗我笑他，又羞又恼，将我压在榻上，扯背遮眼，一事一拟。几日下来，我实在受不住他的热情，催他去当值，他却赖着不走，亲了亲我的发顶。我早已向将军告假3月，好好补偿这3年的相思之苦。两人又腻歪数日，春草端来鸡汤，忍不住提醒：小姐，您忘了来京城的初衷？没忘，我正想法子稳住他。春草暗自翻白眼，低声道：我看您是被迷得晕头转向，早把正事抛到脑后了。今日初几了？都16了。掌柜说货早已卖空，尽数按您吩咐换成了金砖藏匿。我满意点头。主子不能再耽搁了，万一秦将军查明真相，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这不是脱不开身吗？您是舍不得走。我讪讪一笑，说实话，我确实有些舍不得孩子他爹。倏然，我心头一紧。这些日子两人毫无顾忌，我身子向来康健，月事准时，又正值壮年，怕是又怀上了，不行，必须尽快逃走。当夜，我窝在他肩头，昏昏欲睡。他亲了亲我的脸颊，低声道：阿渊，我以为你备好京城户籍与文牒，这几日我还为你寻了稳妥靠山，等陛下与皇后南巡归来，我便进宫请旨，为你我赐婚。赐婚？孩子他爹这般温存，叙旧不好吗？何必把事情闹大？可心底又莫名泛起一丝暖意。阿树，我不过是商贾之女，你却是将军府1等侍卫，前途光明，我们门不当户不对。或许要委屈你些时日，等你怀上子嗣，我再想法子抬你为侧夫人。一句话瞬间浇灭了我所有不舍与心动。又等了10余日，终于等来圣上南巡归来的消息。秦将军当即进宫，一直佯装安分的我借机走出小院，绕着将军府转了2圈，府中下人无人阻拦，个个恭敬有礼。我故意缠着管家东问西问，将人绕得晕头转向。我与丫鬟想出去采买些贴身物件，可否从侧门出去？管家应道：自然可以，将军吩咐过，会派人保护2位。不必劳烦，我们2人便够了。管家不疑有他，备来马车，又派4名带刀侍卫随行。我们在城中逛吃游玩，一路买，花销尽数记在将军府账上，一连逛了数个时辰，直至日头西斜。这时街上忽然有人敲锣高喊，声音激动：陛下为秦将军赐婚，将军赐婚，秦将军双喜临门。刘老太傅嫡女与吏部罗侍郎之女，先后1日入府，秦将军3月后迎娶正妻。马车里的我静静听着，心口骤然一抽，我揉了揉胸口，转而哑然失笑。痛什么？这不过是给了自己一个光明正大离开的理由罢了。随即我示意春草发出信号，片刻后，随行的侍卫与车夫尽数被迷香放倒。我与他早已服下解药，不过半刻钟，我的人便迅速赶到，将我们顺利接走。趁天色未黑，我们顺利出城，在郊外渡口登上了早已等候的商船。小姐快看，秦将军他追来了，带了好多人。我从容走出船舱，立在甲板上，望着他策马疾驰而来，只淡淡一笑。阿渊，我温柔挥手，他气急败坏，勒住骏马，厉声大吼：你给本将军回来！停下！将军不必多言，请回吧。你竟敢瞒我身份，你本名是沈之渊，对不对？给我滚回来！将军，你骗我也不少，咱们半斤8两，谁也不欠谁。我沈之渊身份低微，配不上你，终究有缘无分。临别赠你2句真心话，我便是孑然一生，也绝不与他人共侍一夫。你给我回来！阿渊，回来！另一句，和上次一样，我依旧是图你的种，缠你的身子。沈之渊，多谢将军，告辞。
语罢，我转身径直走入内舱。商船所载货物不多，一路顺风顺水。次日凌晨天未亮，我便带着手下悄悄下船，船上货物或抛入水中，或尽数损毁，再撒上狗血，伪装成遭海盗劫掠、抛尸入海的模样。随后，我们乘车缓缓向西而行。阿爹几日前便收到京城掌柜的飞鸽传书，早已收拾好细软，备上几辆宽敞马车，带着外孙一路赶来。10余日后，我们在西部边陲小镇顺利会合。胖乎乎的儿子欢天喜地朝我扑来，春草连忙上前将他抱起。小公子，从今日起，万万不可撞到娘亲，也不能与娘亲跑跳玩耍了。儿子满脸失落，为何？阿爹也一脸疑惑。是啊，为何？乖女儿，你气色怎这般差？怎慌慌张张跑到此处？咱们不是说好回老家暂住数月吗？这般长途奔波，可把你累坏了。我只嘻嘻一笑，阿爹越发莫名其妙，看向春草。你主子傻笑什么？春草喜滋滋答道：老爷，小姐又怀上了，算日子约莫2月，这几日怕兴，时常作呕，睡也不安稳，故而脸色不好。哎呦喂！阿爹愣了片刻，激动地直拍大腿。太好了，好，我又要有孙儿了。不，这回定是孙女，一男一女，凑个好字。儿子听说我腹中藏着小妹妹，也高兴得手舞足蹈。我要妹妹，我想要妹妹。举头胎不同，这一胎我孕吐严重，时常食不下咽，头晕乏力。阿爹当即在附近买下一座大宅院，让我安心安胎，又雇了2名厨子，专做我爱吃的饭菜。直到几日后，方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。乖女儿，你这腹中孩子是谁的？我白了他一眼，还能有谁？自然还是当初那一个。我可是很专情的。阿爹目瞪口呆。你们在哪儿遇上的？京城。我湖州。偶遇罢了，一时旧情复燃。他家在京中地位显赫，我不敢让他知晓有孕，怕走不掉，才匆匆赶来西北，躲得远远的。阿爹乐得哈哈大笑，冲我竖起大拇指。生便是，咱家又不是养不起，你安心生，阿爹帮你带。我望着一旁熟睡的儿子，眼神不自觉柔和下来。阿爹，孩子还小，我需多陪伴。这一胎怀相不佳，暂时不便外出奔波，后续各地商行的货物便交由镖局护送，少赚些也无妨。阿爹面露为难。不是还有我这老头子吗？得了吧，您年纪大了，也该歇歇。咱们家产丰厚，省着些用，足够10几辈子花销。暂时少赚些，又不是不赚了。阿爹只得应下。你说的对，如今孩子最要紧。我细细盘算，西北近年局势不稳，诸国互不通商，并无多少利势。可此地药材质优价廉，与京城、江这一带差价极大，大有可图。咱们多收些药材，慢慢运往东南沿海售卖。阿爹连忙点头。好。有了新的营生，又借着养胎之名，我们在西北彻底安顿下来，远离京城是非。考虑到西北动荡不安，我花重金聘请5亿高强之人护卫，一传10，十传百，身边很快聚集了数百人的护卫队。我自幼四处奔波，学语言极有天赋，儿子样样像秦树，唯独这点随我。我带着他在诸国边境游走，不过数月便能与当地人流利交谈。半年后，我在边境开了一家药材铺，收购山中上等药材，因出价公道，付银爽快，名声渐传，生意越做越大。1月后，我平安诞下一名女婴，眉眼与哥哥如出一辙。阿爹与儿子欢喜不已，唯独我满心无奈，一个像他便罢了，连女儿也这般像他。春草安慰道：小姐不必难过，大不了日后再生几个像您的。我轻抚仍隐隐作痛的小腹，艰难翻身。春草，你有心了，以后不必安慰。初夏时节，第一批珍贵药材在护卫队护送下运往江浙，净赚3万余两。掌柜飞鸽传书，称若运往京城，可多赚1万两。我毫无贪念，不愿再与京城有半分牵扯。掌柜又道：南方水路畅通，匪患尽除，可将北方特有药材运往南方售卖。一名祖籍南方的护卫解释：自去年起，朝廷大力剿匪，水路匪寇尽数清剿，听闻是秦将军亲自带队，百姓无不感恩，称其为民除害，功德无量。我淡淡一笑，由衷赞道：秦将军果然是位好将军。儿子渐渐启蒙读书，女儿也蹒跚学步，我一边安心带娃，一边偶尔前往山间收购珍稀药材。岁月流转，转眼又是1年多。1日，儿子指着山沟大喊救命，说有人从山上摔下，我命护卫下去营救。片刻后，几人救上来一位白发老者，我让随行大夫为他诊治骨伤，又命人送他归家。数月后，老者忽然登门，小心翼翼从怀中取出一朵晶莹剔透的花朵，四周众人顿时哗然。天山冰莲，传说中的神物，听闻有起死回生之效，老一辈曾有人亲眼见他救回将死之人。老者警惕，环顾四周，颤声问：沈老板能否给个好价钱？你想卖多少？老者道：此物本无价，只因我有救命之恩，才愿出让。他世代居山狩猎，花销不多，不求重金，此物太过贵重，我执意回赠厚礼。老者只比划着要20袋干粮、几袋肉干与几匹布料，我爽快应下，额外多添10匹布，命护卫护送他上山。此事很快传开，前来赠送珍稀药材的人越来越多，求购天山冰莲的人也络绎不绝。数月后，一位京城富商风尘仆仆找上门，愿高价求购冰莲。我摇头，不过是传说，是否真能救命尚未可知，不知阁下买它何用？老富商叹道：他年轻时险些误入歧途，多亏当朝刘老太傅指点，老太傅老年得女，真爱如珠。几年前，陛下下旨将这位嫡小姐赐婚秦将军为正妻，可原本应允的秦将军不知为何突然反悔，竟负荆请罪前
前往退婚，满身是血。老太傅傲气，当即进宫，请陛下收回旨意。我听得怔住。老富商继续道：秦将军随后南下剿匪，一去2、3年未归，可怜刘小姐对他痴心一片，誓不再嫁，终日郁郁。近几月更是一病不起，药石无医，老太傅遍寻良药无果。我听闻沈老板有此至宝，才千里迢迢赶来，希望能报答恩公。我轻叹一声，未曾想当年离京后，竟还有这般变故。老富商恳求：听闻半朵便有奇效，不知沈老板可否割爱？老朽愿意10万两买下半朵，还望成全。我命春草取来天山冰莲，亲自切下一半。老人家快马送去吧。听闻半月内入药效果最佳，至于功效，我也只是听闻，不敢保证。老富商连连道谢，忙令下属呈上银票。我微笑摆手：不必了。老富商不解，惴惴不安道：沈老板莫非有求于老太傅？老朽必定代为转达，让他记下您的恩情。我摇头：不必，我与秦将军乃是旧识。老富商似懂非懂，郑重抱拳：千恩万谢。那夜我辗转难眠，次日便命人暗中打听秦将军的消息。寒冬将至，大雪纷飞，我坐在暖炕上，一边陪儿子下棋，一边看女儿剪纸。阿爹在旁打盹，鼾声阵阵。忽然门口涌入一股寒风。主子，不好了，北狄大军聚集边城附近，似要攻城。阿爹猛地惊醒，浑身发抖。要打仗了。我蹙眉，镇定下令：关闭所有店铺宅院大门，贵重物品尽数藏入地库封存，储备粮食与干肉分为5份，分别隐秘藏匿。又命护卫前往牧民家中，多买几头泌乳的牛羊，以备儿女所需。10余日后，边城果然开战，天寒地冻，我带着阿爹与儿女躲进山中。山洞，此洞是相熟老猎人所建，宽敞近1亩，避风又温暖。一众护卫留守城中宅院，只留数十人近身保护我们。主子，这几日李将军率将士死守城门，可惜敌我悬殊，弹尽粮绝，恐怕撑不过今夜。朝廷援军尚在半路，怕是来不及了。我眯起眼，叮嘱阿爹看好2个孩子，留下20人保护老爷与小公子小姐，其余人随我进城，带上兵器、粮食与20袋药材，支援李将军。众护卫齐声应道：是。小心些，早些回来。我抱了抱阿爹，又亲了亲儿女，带着数百护卫匆匆进城。城中百姓大多家园在此，不愿逃离，见我们前来支援，也纷纷涌上城门相助。李将军战袍染血，年过半百，依旧气势如虹，感激地对我抱拳：多谢沈兄弟，诸位爱国之心，在下万分敬佩。待击退贼寇，必与诸位无罪不归。我淡淡一笑，命身后护卫听从李将军调遣。战事远比想象中残酷，厮杀、血战、烽火连天，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成了常态。起初我只负责运送药物干粮，后来死伤愈发惨重，我与贴身护卫也只得持刀上阵。我自幼随父走南闯北，学过不少防身之术。这几年在西北，又向高手学了枪法与御敌之术。沈兄弟，好样的！此番若能活命，你我便结拜为兄弟。好，我爽快应下，又苦苦支撑3日3夜。城门守军越来越少，援军依旧远在数百里之外。深夜篝火旁，我为李将军包扎壁上伤口。沈兄弟，你可有儿女？家中一儿一女。李将军满眼艳羡，看到20余年前，我执意掩护百姓撤离，妻女皆死于北狄之手。我低声轻叹：大丈夫志在四方，理应如此。这满城百姓皆是我的家人，我心中对他敬佩万分。待击退敌军，我必定上奏朝廷，封你为侯。我被他逗笑。天蒙蒙亮，北狄再度猛攻，城门摇摇欲坠，危在旦夕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队人马举着火炬疾驰而来，将敌军击退数十里。是援军吗？切莫开门，谨防有诈。 2名副将称对方只有数百人，绝非援军，万万不可开城门。很快，这数百人便被敌军包围。浓烟之中，我望见为首那名银甲挺拔的男子奋勇杀敌，神情冷冽肃杀，心口骤然一紧，是秦将军。快开门迎出去！沈兄弟，看不真切，不能冒此风险。是秦将军，绝不会错。副将们纷纷阻拦。他拦下了攻城敌军，城门才未破，数百人如何对抗数万大军？快击鼓！敌军见我们出城，必定以为援军已至，定会仓皇逃窜。说罢，我带领护卫冲下城门。沈兄弟，罢了，今日便拼了！众将听令，随我杀出去！城门大开，守军一涌而出，与秦将军的人马会合，奋力冲杀，战鼓雷动。敌军误以为朝廷大军将至，当即鸣金收兵，仓皇溃逃。穷寇莫追，退回城内。混乱火光中，我与秦将军的目光突然相撞，我立在原地，静静望着他，他亦未动，眼神沉静幽深。我知道他认出了我，可他面色未改，很快调转马头，与李将军会合。原来援军仍需半日才能抵达，因与前线失联多时，秦将军亲率亲兵先行探路，见城门将破，孔城池失守，百姓遭殃，才不顾一切率军杀入。李将军心有余悸，多亏沈兄弟一眼认出秦将军，
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秦将军若有若无地瞥了我一眼，随即岔开话题。援军与李将军失联多日，你我素未谋面，贸然开门的确凶险，所幸将士伤亡不大，乃是国之幸事。我懒得理会，说再多不过是不想认我的功劳。我沈知渊于生死关头挺身而出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岂是贪图朝廷封赏之人？我当即向李将军告辞，率剩余护卫离去。李将军极力挽留，我只说归家探望亲人，他方才应允。秦将军始终坐在帐中，一言不发。我没有回头，径直离开。阿爹与孩子们安然无恙，身体康健。城外仍有敌军，我们只得继续留在山洞。我疲惫至极，痛痛快快洗了个热水澡，倒头便睡。一觉醒来，已是次日。奶声奶气的女儿坐在一旁，小脸上满是不高兴。娘亲，我要回家，这里不好玩吗？儿子坐在篝火旁看书，眼神带着恳求。娘亲，我也想回家。我揉了揉女儿的脑袋，柔声笑道：好，过2日咱们就回家。接着我与阿爹商议，西北短期内怕是难以安定，眼下已开春，再过半月道路便不会结冰。我打算将药材捐给李将军，随后收拾细软，回老家暂住一段时日。阿爹连连点头。好些年没回去祭拜先祖与你娘了，也该回去看看。3日后，敌军撤退，朝廷守军加固城墙，整顿城内秩序，民生渐渐恢复。我带着一家老小返回城中，四下安静的反常。我心中虽有疑虑，却只是寻常百姓，不便多打探。10余日后，我载着几车药材前往军营，才知晓城中仅留数千守军，大将军与秦将军已率10万大军追击北敌。那些草原狼根本没退远，只聚在百里之外伺机偷袭，不狠狠重创他们，必定卷土重来。出发几日了？我忍不住问。一同守过城的将士并未把我当外人，如实相告，大军已出发10日。我抱拳道：我近日便要南下，劳烦转告大将军。话未说完，外头便传来惊慌的呼救。不好了，秦将军重伤，快请军医。一旁副将急忙迎出，失声惊呼：军医都随军出征了，将军现在何处？来人喘着粗气指向城外。将军伤势极重，随军军医束手无策，命立刻送回城寻良药救命。我拔腿追出，一把拉住来人。将军在哪？我有救命药，也有最好的大夫。片刻后，我见到马车上昏迷不醒的秦将军，浑身浴血，心口附近中了一箭，鲜血仍在不断涌出。他的贴身侍卫王斌红着眼道：军医说战地环境恶劣，贸然拔剑恐当场殒命，城里若有良药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我立刻指挥，小心把人抬进屋，大夫马上就到，救命药也即刻送来。王斌见我有神药，慌乱中将我视作最后希望，跪地恳求我务必救下秦将军。我曾在将军府见过他，可他此刻心慌意乱，并未认出男装的我。我扶起他，命他快去取温水。护卫很快将所需物品送来。我褪去秦将军的盔甲与战袍，为他换上干净礼衣。大夫迟疑道：将军已昏迷，必须立刻拔剑止血。主子先为他涂下冰莲，可他牙关紧咬，若是能嚼碎喂下，效果更佳。我二话不说，取半瓣冰莲入口嚼碎，口对口喂给他。我轻拍他脸颊，低声唤：秦树，快咽下去，咽下去。他尚存一丝意识，本能地将口中药汁咽下。大夫松了口气，果断拔剑，以顶级金疮药止血。主子放心，有冰莲护住心脉，将军应能保住性命。我虚脱般靠在床边，望着他惨白如纸的面容，忙命护卫取来珍藏多年的补血丸。经营药材数年，我手边积攒了无数珍稀良药，此刻半点也不吝啬，只要能用得上，尽数给他用上。大夫心疼不已，低声道：主子便是宫中贵人，也未必舍得这般用。王斌对我感激涕零，甚至磕头道谢。沈老板，在下冒昧一问，您看着十分眼熟，像极了将军一位故人。我无奈笑了笑，寻了个借口将他支开。有神药与珍稀药材及时续命。秦将军2日后便醒了过来，他静静望着我，我避开他的目光，轻咳一声后退。将军既已醒转，应无大碍，外头有大夫守候，草民先行告退。你这又是何苦？秦将军虚弱开口，叫住了我。既这般在乎我，为何这些年一直躲着我？我勉强笑了笑。将军，你我身份悬殊，何必勉强？我生性洒脱，不求天长地久，只求曾经拥有。我不贪心，这样便够了。哼！秦将军死死盯着我，咬牙道：我当年为你力争，甚至长跪生前，为你求来侧妃之位，已是殚精竭虑。可你不屑一顾，一走了之，还伪装成遭海盗劫杀的模样骗我。你倒是潇洒，可知我伤心欲绝，可知我心碎之痛。我的眼眶不知不觉湿润，却仍扯出笑意。将军何必如此？我生来不受拘束，过不惯官宦府邸的规矩生活，更做不到与他人共侍一夫。你我无缘做一世夫妻，做一对露水鸳鸯，也未尝不可。秦将军恨恨望着我，你当真这般想？我点了点头。屋内一片寂静，只有彼此浅浅的呼吸。良久，他伸出修长有力的手，似是轻叹了一声，低声道：你过来。我上前一步，按住他身子，别乱动，当心扯到伤口。秦将军目不转睛看着我，逼难：阿渊，别走，让我多看你一会儿，好不好？这些年我四处剿匪杀敌，大小伤十几处，早已习惯。可唯有这一次，离死亡这般近。中箭那一刻，我忽然后悔，
后悔前些日子没拦住你，没再抱抱你。我泪流满面，俯身依偎在他怀中。秦将军摸索着握住我的手，紧紧攥住。阿渊，就当可怜我，陪我几日，可好？我低低叹了口气，终是点了点头。接下来几日，在大夫与我的照料下，秦将军恢复得极快。可这条命终究是从鬼门关抢回来的，难免留下隐患。大夫叮嘱，将军心脉被剑尖划伤，能救回已是万幸，此后万万不可动用内力，否则心脉破裂，恐性命不保。将军务必牢记。秦将军皱眉，是永远不能，还是10几年内不能？大夫沉吟道，短期内绝对不可，日后全看调养，偶尔轻动或许不致命，但切勿冒险，寻常用力即可，否则便是在悬崖边行走。秦将军虽有失落，却很快释然，能捡回一条命，已是不易，不敢奢求太多。我轻笑，李将军大获全胜，班师回朝，天下暂得太平。你往后做个闲散将军也挺好。秦将军捏了捏我的手，低声道，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。所幸我曾为国为民搏过，不负圣上栽培与信任。我心疼地抱住他，他亦温柔回拥。1月后，秦将军留下5万兵马驻守边城，率余部与李大将军一同回京述职。他紧紧攥着我的手，你接下来去哪儿？等我忙完便去寻你。我想了想，道，打算回江浙老家，家中老宅在回流渡口附近。他笑了，激动点头，我认得那个地方，定会去找你。我却不敢应下，他压低声音，阿渊，我已不是当年的我，如今我有底气向陛下开口了，无论成与不成，我都会寻你。阿渊，我也不小了，想让你为我生个像你的孩子。提起孩子，我后知后觉，惊觉一事，我的阅信已迟了半个多月。我瞬间慌乱，连忙摆手，我先回去收拾东西，你与李将军先行回京，我和阿爹回江浙。秦将军终究还是离开了，与我约定1月后在江浙相见。阿爹见我迟迟不归，早已派人催了数次。我刚到家，他便一通唠叨，说好去就回，一去就是2个月，钱不赚，孩子不带，全都丢给我。我上辈子真是……爹，我又怀上了。我打断他，阿爹瞬间瞪大眼睛，半天没回过神。啥？怀啥？我拍了拍小腹，我说我怀上老3了。阿爹立刻换了副脸色，屁颠屁颠跑过来，小心翼翼扶我坐下。乖女儿，真的假的？让大夫看过没？我叹气，看过了，1个多月。阿爹瞪我一眼，怀上是喜事，叹什么气？二宝都2岁了，也该再生一个。咱们家人丁单薄，能多生几个是天大的好事。我扶额，孩子他爹要是知道了，不知道要怎么跟我闹。啥？阿爹惊道，又是上次那个姓秦的小子。我反问，不然还能有谁？除了他，还会有谁？阿爹眼神飘忽，支支吾吾。你也太过分了，骗1次2次也就罢了，还骗到第3次，我都有点可怜那小子了。我白了他一眼，索性将秦将军的事一五一十告知。他说忙完就来江浙寻我们。阿爹听得头晕目眩，我连忙扶他坐下。爹，您没事吧？可别吓我。阿爹喘着粗气，眨巴着眼。不是我吓你，是你吓我。你找谁不好，偏偏盯上这么尊贵的人，骗1次也就算了，还可着他一个人骗3回，你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？我也委屈，他若是寻常人家公子，我早把他骗回家了。可他确实合我心意。不成。阿爹连连摆手，咱们沈家从不与权贵打交道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耸耸肩，我知道，可架不住他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他。何以见得？阿爹蹙眉，我低声道，他为我抗旨拒婚，负荆请罪，弄得满身是伤，至今还有疤痕。他以为我死在海盗手里，3年多四处剿匪，不曾回京。后来查到我在西北，特意请旨来这边杀敌，差点连命都丢了。爹，他对我是真心的。阿爹听罢，长长叹了口气，真心是真，可他能一心一意对你吗？你自小自由惯了，是翱翔天际的鹰，除非磨掉本性，否则关不住的。我愣住了，阿爹又叹，咱们虽有钱，可在权贵眼里，终究是低贱商户，门户相差太大，只会让你受尽白眼与委屈。阿爹没再多说，转头叮嘱春草为我炖燕窝，便陪着外孙去了。许是心情郁结，许是这胎格外折腾，我又吐又晕，整日昏昏欲睡，服了大夫开的药，孕吐稍缓，可精神依旧极差，要么昏睡，要么望着窗外发呆。儿子女儿十分贴心，为我读诗唱歌，还画了一幅可爱的小像，画上的我病容憔悴，肚子却高高隆起。我微微一怔，问春草，你有没有觉得我这肚子比之前3个多月时大很多？有。春草点头，许是个更胖的小主子。阿爹放心不下，吃不好睡不好，肚子却越来越大，别是孩子有什么不妥吧？春草连忙去请大夫，大夫诊脉片刻，微笑颔首，主子，这一胎多半是双生子。当真？阿爹惊喜，确定？大夫笃定道，老朽有90%把握，主子若不放心，下月再来复诊一次。我高兴摆手，不必了，您的医术我信得过，只是您要放宽心，莫要忧思过度，否则伤己又伤胎。我轻轻点头，乖女儿，你想怎样便怎样，只要你好好的，为父便无憾了。我笑了，抱住他胖胖的胳膊，爹，我若真带孩子们去找他，只会被达官贵人嘲笑，说我放浪，无名无分，未婚先孕，4个孩子也会被视作私生子，连外世子都算不上，又怎能好好的？我心里喜欢秦树，可脑子还清醒，没被迷惑。
婚。阿爹心疼地摸了摸我的头。那你打算如何？再换个地方躲着？不躲了。我轻声道。他若有心，天涯海角也能找到我，我或许一辈子都无法与他并肩。这一次我不躲了，把难题丢给他便是。于是我叫过儿子，让他在小画上添上自己与妹妹，并在下方署名。次日清晨，我将小画卷成细卷，绑在信鸽身上，送往京城，托那边的掌柜转交将军府。20日后，我收到掌柜回信，他说信已亲手交给将军府管家。本在宫中市集的秦将军闻讯立刻出宫，来到商行，追问画中意思。掌柜起初也不解，直到看见署名，才说明是我大儿子所画。他说秦将军沉默片刻，便气冲冲离去。春草担忧，小姐，万一秦将军以为小公子和小小姐是你与别人的孩子，可怎么办？那也没办法，我单干道。若连这点信任都没有，又算什么良人？又过了10几天，一封快马书信送至我手中，字迹遒劲有力，洒脱间藏着几分怒意，纸上寥寥数语，却看得我心头一跳。娘亲，何事这般紧张？你那死而复生的爹要找我算账。老大如今已8岁，早已不是能随意糊弄的年纪。自打有了妹妹，再加上我如今怀了双生子，他便总追着问生父是谁。我无奈，只得如实告诉他，前些日子率援军大胜的主帅，便是他亲生父亲。小男孩当即把秦将军视作盖世英雄，隔几日便问爹爹何时回来？是不是快了？快了。信上写的是骂人的话吗？爹为何说你骗他？没有，他是说别催他，他忙完便立刻来寻我们。儿子兴奋地大笑，扭头跑出去。妹妹，爹爹快回来了。爹爹说忙完就来找我们。望着儿子欢快的背影，我眼眶不自觉泛红。原来在孩子心里竟这般渴望父亲。此时我腹中胎儿已5个多月，肚子却大得异常。西北冬日太过苦寒，对你养胎生产都不利。稳妥起见，咱们走陆路转水路，回江浙老家吧。恰逢入秋，气候适宜出行，双生子胎相也已安稳。好，出发。家中行囊尚未收拾妥当，李大将军便笑着登门。他以晋封为侯，麾下将士也各有封赏。沈老板，你这位女中豪杰也有赏赐。陛下听闻你的事迹，大加赞赏，特封你为县主，号召天下女子以你为榜样。我颇为意外，李侯爷抱拳笑道：恭喜县主，早在1月前，陛下便下旨将江浙行宫赐予你，更名为县主府，还赏了你黄金1000两，珍宝绸缎10几车，早已一并运往县主府了。我不过略尽绵薄，受之有愧。你救了秦将军一命，当之无愧。陛下说你是朝廷恩人，故此才给你这般殊荣，这是你应得的。我心中暗自狐疑，这莫不是秦树的安排？面上却不动声色，只说我们正收拾行囊，准备南下。李侯爷十分不舍，叮嘱我们日后常来做客，许诺定会前往县主府探望，我爽快应下。临别前，李侯爷塞给我一个信封，低声道：秦将军嘱咐，务必你亲启。我淡定点头，心中却暗自好奇。信依旧简短，只有一句话：保重身体和孩子，勿信传言。我虽不解，还是小心收好，牵着女儿出门散步去了。3日后，我留下伙计与掌柜继续打理药材生意，一行人浩浩荡荡南下。车上有老有小，我又身怀6甲，行程走得缓慢。李侯爷派人一路护送，直至我们登船，将士们才告辞离去。我让春草每人赏了10两银子，亲自在船头道谢送别，方才下令开船，顺流而下。行船平稳轻快，却也几乎与外界隔绝。10余日后，船行至洞庭湖，恰逢中秋佳节，两岸张灯结彩，桂香四溢。2个孩子欢喜不已，吵着要下船游玩。阿爹与春草一人牵一个，上岸去了。我不敢去人多拥挤之处，便坐在岸边亭中赏月吃饼。路上行人如织，欢声笑语不断，身旁有年轻女子放着花灯，低声闲谈。前年去年都许愿嫁像秦将军那般的郎君，今年还不改？改什么？秦将军虽不在了，可容貌举世无双，我便要寻这般的，一半也好。真是魔怔了。我手中月饼啪地掉落在地，瞬间惊慌失措。护卫见状，连忙上前关切询问。我心口乱作一团，脑中一片空白，几乎喘不上气。去打听秦将军到底怎么了。夏荷与护卫见我脸色惨白，急忙扶我回船，又匆匆请来大夫。县主，您可是受了极大惊吓，千万稳住，腹中胎儿经不起你这般情绪波动。我大口喘着气，焦灼追问：人回来了吗？打听到消息了吗？夏荷急得跺脚：我的好主子，您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怎会吓成这样？我听见有人说他。夏荷一边为我扇风，一边劝道：街头流言多的是，何必当真？话音未落，我脑中骤然闪过秦树那句勿信传言。那一刻，我心下稍定，气息也渐渐平缓。大夫连忙去煎安胎药，我服下后躺卧在床，望着窗外湖光月色。护卫回来禀报，近日京城却有秦将军去世的流言，真伪难辨。上月老太后驾崩，平朝7日，文武百官护送灵柩前往皇陵。有人说秦将军途中晕倒，乃是伤心过度引发旧疾，一病不起。几日后，将军府便办了丧事。我摆摆手，此
此事真假未知，切勿以讹传讹，更不可让小公子与小小姐知晓。中秋过后，船只继续前行，3日后顺利靠岸，岸边早有官府人马等候，迎接我们前往县主府。下船登车，不过1炷香功夫，便抵达了气派雅致的县主府。此处原是帝王行宫改建而成，雕梁画栋，美轮美奂。2个孩子四处奔跑，惊看连连。阿爹激动的抹泪，说沈家几代经商，总算在我这一代扬眉吐气，不必再看官府脸色。低声下气，我却心不在焉，暗自思忖，秦树究竟如何了？朝廷这般厚赏，莫非是他暗中安排？倏然，大儿子惊呼：“爹爹，爹爹！”我猛地回头，只见一道高大俊雅的身影缓步而出，身形挺拔，一袭浅绿长衫，温润如画。大儿子飞奔过去，临近却又停下脚步，定定望着他，而后恭敬作揖：“你真是我爹爹吗？娘说你是打坏蛋的大英雄，旁人说遇上和我长得极像的人，便是爹爹。”秦树神色激动，细细打量着儿子，随即蹲下身。是。小女儿也哒哒跑过去，比哥哥还要大胆，径直扑进他怀里。我知道你是爹爹，爹爹真好看。秦树欣喜万分，张开双臂，将一双儿女紧紧搂在怀中。阿爹看看他，就看看我，有些尴尬的陪笑。秦树松开孩子，恭恭敬敬对阿爹行礼：“岳父大人在上，请受小婿一拜。”阿爹吓得连连摆手：“使不得，你是将军。”岳父，我早已不是什么将军，只是沈府的秦树，是您的女婿，孩子们的父亲。阿爹一时愣住，原来秦树与李将军回京后，陛下本欲重赏，他却再次恳请赐婚，要娶我为妻。陛下为难，太后也执意不肯，说我出身商贾，地位低微，命他另娶名门正妻，只许纳我为侧室。秦树断然拒绝。此时李大将军在朝堂之上，将我送粮送药，带领百姓死守城池的事迹一一禀奏，大家称赞。陛下欲封赏我，却一时不知以何名义。秦树便主动请辞，说自己心脉受损，再不能动用内力，无法再为朝廷领兵，恳请陛下收回兵权。陛下问他有何心愿，他只说愿与我相守一生，四海为家，远离京城。陛下又气又惜，却也无可奈何。不久后，太后病重驾崩。秦树收到儿子那幅小画，又惊又喜又气，出宫巡商行掌柜追问，才知晓我早已在海外生下儿子，取名沈慕秦。离京后又在西北诞下一女。他拿着小画入宫，长跪御前，坦言这些年漂泊在外，早已看淡功名利禄，只求与心爱之人相守，养儿育女，平淡度日。陛下得知前因后果，也心疼这位功勋卓著的将军，遇上这般傲气肆意，宁肯独自养儿，也不愿屈身为妾的女子，终是心软。陛下暗中应允，待太后丧事完毕，便为他安排一条周全之路。太后归天，秦树悲痛过度，牵动心脉旧伤，在皇陵附近晕倒。陛下见他满身伤疤，终究不舍，同意他弃甲离京，追寻自己的爱人与生活。于是陛下厚赏于我，赐下县主之尊与行宫府邸。同时京城传出秦将军英年早逝的消息，因太后心丧，婚事未立，丧事一切从简。次日，秦树便带着亲信悄然离京，一路南下。在我们抵达之前，便已将县主府打理妥当。阿爹红了眼眶，连连点头：“好女婿，好女婿，咱们一家总算团圆了。”秦树一手牵一个孩子，从今往后一家团圆，再也不分开。我扶着大肚子，看着他们其乐融融，反倒被冷落在一旁，无人理会。接下来几日，阿爹与孩子们整日围着秦树转，他却连一个眼神都没分给我。我几次想挤上前，都被彻底无视。直到夜深，老人孩子都已安歇，秦树只顾翻看儿女的课业，只留给我一个背影。我正暗自郁闷，腹中胎儿忽然闹腾起来，肚皮此起彼伏。我灵机一动，抱着肚子哎呦哎呦的轻呼：“怎么了？孩子怎么了？”他吓得语无伦次，连忙奔过来。我见他慌了神，也不敢太过，只皱眉装难受。他们又闹了。秦树忐忑地将手贴在我肚皮上，很快惊喜又迟疑。他们是不是在打架？闹得厉害，隔几个时辰便折腾一次，夜里怎么睡都不舒服，总困得慌，却睡不着。秦树又心疼又无奈，狠狠瞪我一眼：“还不都怪你！”我嘟起嘴，眼眶微红：“是我不好，不该骗你。可你想想，我一个人生儿养女，四处奔波做生意，容易吗？若你早能明媒正娶，我和孩子何至于孤苦无依这么多年？”秦树被我对得哑口无言，一把将我揽入怀中：“是我的错，是我无能，是我疏忽，没料到你竟怎么次次都被你得逞。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我10月怀胎，拼死生下他们，一个个却跟你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没一个像我。我辛辛苦苦养大，你倒好，直接捡现成的。我是偷了你的种，可生养都是我，你还倒怪我。”秦树啼笑皆非，由着我撒娇耍赖。被你这么一说，倒全成我的不是了。行，我说不过你，都依你。我搂住他脖子，轻声问：“还气我吗？”秦树鼻尖轻哼：“哪里敢，嘴上说要连本带利讨回来，可大不得骂不得。算了，罚你再给我生几个吧。”还生？我一听便头疼，指着肚子：“这里头可是2个，再生我变成老母猪了。”秦树惊喜瞪眼：“真的是双生子？”“怀得辛苦极了。”秦树当即对我呵护备至，扶我躺好，垫上软枕，又细心为我捏肩揉腿。我看着他忙前忙后的模样，忍不住笑了。这家伙真好骗，往后我可要骗他一辈子。4个月后，我平安生下一对龙凤胎。秦树欢喜得不行，一手抱一个，怎么也抱不够，我却郁闷不已。怎么又没一个像我？眉眼全跟你一模一样。春草又在一旁安慰：“县主，像将军更好呀，将军生的比您好看，没事，日后再生几个，像您的便是。”我叹气：“你安慰得很好。”
下次不必了。秦树哈哈大笑，大儿子与女儿随我姓沈，龙凤胎便随他姓秦。我忍不住问，你连姓都不避讳了？秦树浅笑，如今姓秦，正好再尊贵也比不上一家人相守。我笑逐颜开。此后，我与秦树过上了安稳闲适的日子，每日在欢声笑语中教养4个孩子，时常把娃丢给阿爹，两人偷偷溜出去游山玩水，生意依旧在做，可家产早已丰厚，再加秦树多年积攒的田产财物，足以富甲一方。3年后，我与秦树带着孩子们入京为皇上贺寿，为避人耳目，陛下特意在郊外行宫接见我们。陛下对几个灵气十足的孩子喜爱不已，夸赞我教的极好，又赏赐了无数珍宝田产。他看着意气风发的秦树，慈爱笑道：沈县主，你本事不小啊！普天之下，能拐走朕最得力大将的，独你一人。我与秦树相视一笑。当夜，我们在水榭纳凉，望着波光粼粼的湖面，我忍不住笑出声。秦树不解，笑什么？我挑眉道：多年前，阿爹气我挑3拣4，问我是不是想嫁天上的神仙，或是水里的龙子。秦树兴致盎然，你如何答的？我指着湖面说：神仙太远，还是嫁水里的龙皇子吧。谁知道一转身就看见你飘在水面上。秦树放声大笑，我也笑着，紧紧牵住他的手，十指相扣。